那个午餐吃完之后，我就去厕所哭。我自己决定在那时候，I think 我需要离开了。嗨，我是 Joey， 我目前的工作是在做营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renda， 我目前是一位 freelance content creator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伟龙，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自由业者。Hello， 我是子英，我目前在一家媒体公司做 BD。我第一次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工资太低，因为我发现我的心理健康状态不是很好，实现对自己的一个承诺，是因为公司和工作不适合我。在2019年，我以前的公司他们 post 了一个 YouTube 视频，讲他们要找新的 talents， 然后我试镜的职位是 talent intern。那时我妈妈差一点心脏病爆发，因为在那时她不懂什么是 talent，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了大学文凭还去申请 intern 的职位，但是我慢慢的变成一个 social media manager。我在2023年的8月辞职。之前我是在做一个幼儿教育老师，我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有一点逼不得已的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跟政府签约，我还以为那个钱很好，就是你每个月上学啊，有800块啊什么等等的，就有很多福利嘛。因为签了3年就要做3年的老师，但是我只做了大概2年8个月，因为我毁约了。我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新航的空服人员，就一名女同学，她就说她想去应征这个新航的空服人员的工作，就问我有没有兴趣，我就说一起去咯，反正如果没有进的话也是玩玩的一个经验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待了2年，然后在2年之后就合约到期之后就辞职了。我第一份工作做了大概3年之后被裁员了，可是之后我好像花了3-4个月才找到下一份工作。我至少投了100多个不同的公司，对 ，physical interview 至少20个，然后 online interview more than that。如果有一份不错的公司的话，我就会接受。我是在试用期结束前的1个月辞职的。时间越来越长，我2份职位的责任越来越大，那我就没有发现到，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没有照顾好自己，没有好好休息，然后全部累积了。我没有跟我的同事讲，但是有时候我会躲在那个公司的厕所哭，还是去那个 Lab Staircase 哭。还有在我第4年的时候，我的上司也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他决定离开公司，那对我的打击蛮大的。我的上司离开了之后，我就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代替他工作。那我本身不是做经理的料，当你做一个你自己不适合的工作，你不会开心的。这个不是公司的错，是我自己无法承担压力，所以我才辞职了。我决定辞职是因为工资很低，然后过后压力非常大嘛。刚开始工作是哭了8个月，你还以为你就是会带你自己的班，但是没想到就是其余的老师会一直请病假，过后就是你一个人就是要扛3-4个老师的责任，你需要喂他们啊，换尿片啊，而且如果你带豆豆班的话，你还要帮他们洗屁股。我人又高，然后我就一直要弯腰啊，然后就最后我有脊椎问题，然后我的现在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不能扛非常重的东西，或者不能坐很久走很久。真正的客户也是就是你的家长嘛，家长就是他们有很多问题啊，就会说为什么你叫我孩子做这个，为什么你叫我孩子做那个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哇，做老师为什么这么辛苦，而且工资又低。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就是2600块，爸爸的就是有可能身体也不是非常好嘛，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工作赚多一点钱。合约就是2年，所以我是给自己期限是2年来环游世界，到处看一看，然后也过这个旅行的瘾。那时候真的是，我觉得作息有点所谓的不正常啦，就是他可能是晚上的航班，你到那里就是早上，或者是有时候时差的关系。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好像身体状况没有特别好，然后也算是有一点父母的压力啦，因为其实2年下来，你要讲玩也玩够了，所以那时候也觉得应该要多一点责任感，找一份自己真的可以做长久的工作。一加入的时候，可能2-3个月后就开始慢慢发现说，公司文化、团队的文化、做的工作，可能都觉得不太适合我。我想象的话，可能就比较热闹一点，然后比较更快一点。然后我的第2份工作就偏慢，同事间的合作也没有那么多。有一次就是在一个会议中，
当我跟我老板谈话的时候，然后就突然就受不了，所以当下我就立刻去发简讯给我面试的那间公司的 HR， 就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进展啊？然后刚巧他直接回我说他想要跟我对话，然后我就把电话接了，然后就离开会议室。另外一间公司的 HR 就是跟我说他们有意 offer 我的时候，之后不久就提出要离职。怎么辞职的啊？传电邮，我就 Google 了 How to write a resignation letter。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格式的，我记得我挑了一个最短的啦。我记得我去试探一下，那个时候我的大学同学有哪些也是辞职的，但好像没有。我记得我应该也是第一位。当我决定辞职，我就决定要跟我的上司说 ，OK， 我是一个很难 open up 的人，但是我决定很 honestly 的跟他讲我在经验的是什么，来我心理健康状态那些。他听了我分享的话，他只听到我要离开，然后他不但没有鼓励我，他还要我延长我的 notice period。那个午餐吃完之后，我就去厕所哭。在那瞬间，我就发现我的上司他会注重公司多过员工。我自己决定在那时候 ，I think 我需要离开了，因为他们不会在乎我的心理状态。当天我就去拿我的 laptop， 我就打了 I want to resign， 然后我还去 office print， 我就看他有没有在里面，没有他没有，我就去拿那张纸，然后过后我就给他。I want to quit。我总共还了毁约的价钱是6000块。我决定毁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在做那个 media agency 嘛，他就说，你过来，我帮你还一半的价钱，然后我宁愿 have a peace of mind rather than 就是再继续在工作在这个环境下。我就有点担心，就是说另外一间公司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就是 serial job hopper， 也很怕就是下一间公司可能我又不适合，我又觉得我不喜欢，然后我又再离职多一次。你辞职了4、5次，换工作吧，换了3份工。对，其实我不太会告诉我同事，就是我之前可能只做3个月，然后之前只做6个月，我就只说我之前从哪里来。其实我第一份工作快3年，如果真的遇到适合的事，我是可以待2-3年的。只是因为真的完全不合适，所以我会想尽量在试用期还没结束就离开。我辞职的那一刻，我有一点就是忐忑不安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去我朋友那边工作的地方我会开心吗？我会适应吗？因为说真的，我根本都没有经验嘛，我就是想了很久才辞职，因为我是担心找不到下一个工作啊，或是下一个工作如果我换工的话，我的 diploma 到底是不是 relevant？ 我辞职的时候最担心的是我以后不会有稳定的收入，毕竟有一个全职工作，你每个月会得到一个收入，对吗？我和我的男朋友现在要计划买一间屋子。我本身是不会没有计划的辞职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冒险。我不是一个you only live once的那种心态，就YOLO咯。因为那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的这样的期限，所以就觉得要遵守它。年轻真的没有思考这么多啦，可能那时候思考会是别人怎么想你，做2年就离开，但我觉得也没有太妨碍我要做辞职这个动作。所以我最后一天其实就默默的把我东西收了，然后就默默的离开了。我记得最后一天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同学到机场帮我聚餐啦，但应该有一点点那种解脱的感觉，或者是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感觉。当我 send 那个 resignation email， 我 draft 了，然后我按那个 send button， 我觉得很自由。Like I'm finally free。然后我最后一天上班，我也是不是很记得但是我没有我想象中的伤心呀，我是开心的离开，因为在那时候我很多比较亲的朋友都已经离开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理由哭。说真的，我的心就是有一点碎的感觉吧，因为这些孩子就是你跟他们有感情，请你每天都看他们，就从他们每天都哭到他们不哭，有些不会说话到会说话，不乖变成非常乖，然后你都觉得就是有一点很不舍。然后有一个家长就是很贴心嘛，那天我离开，他妈就带了一束花和那个孩子带一束花那个花给我，最后一天我就感到很欣慰，然后我就哭了。我觉得我会因为我的
上司不好而离开我的工作，没有真的 ，OK，this、not a joke。因为哦，你看你的上司多过你看你的父母诶，有时候你一天要看你的上司差不多嘞8到10个小时诶。如果他真的对你不好，有偏见的话，那你在那里工作也不会很开心。我觉得要辞职的时候是当你真的发现你的心理健康状态不是很好。我本身现在很注重 work-life balance。呀，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钱，我会离开是因为钱，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嘛。如果你根本没钱，你根本很多东西都不能做。然后第二件事就是 mental health， 就是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你在一个环境，你跟你老板工作，你相处的开心吗？你跟你同事开不开心？我还是觉得就是不开心的时候才离职。我曾经有一份工，就是可能在里面待的不是很开心，比较toxic 一点，就可能上班第一天就是没有人会来问候你啊。我提出离职之后，然后有一天从别的同事的口中发现，就是在我还没有加入之前，他们就已经知道我的薪水是多少了。对，所以可能对我有点偏见，然后所以就态度就不是很好。我身边的人还有同事，通常可能就1、2年都会离职，就是可能在这间公司可能已经升职过一次了，或者就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学习的空间或者上升的空间不多了，然后他们就会选择离职。如果你发现到你每次去朋友的聚会都在抱怨工作的话，10次都在抱怨工作，那你真的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份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你了。我第一次辞职跟第二次辞职的考量也很不一样。第二份工作就是在电台当了广播员将近10年吧。你会觉得10年太久吗？不会，我觉得10年 OK 啊。其实我现在还蛮多身边的朋友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也待了超过10年都有哦。第二次辞职就想去看看广播以外，在媒体方面或者是在其他领域，甚至其他领域可以找到什么还可以让我自己很开心跟刺激的地方咯。趁自己还相对年轻，有一些竞争力的时候去探索咯。你身体健康再好，如果你的心理健康不好的话，也是没有用的。要为自己而做选择，不要因为别人的想法而影响你要做的选择，因为最终你活的是为你自己。Oh my god， I'm kind of deep。第一个就是如果薪水真的很不满意，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考量啦。然后第二个我就是 push and pull factor。push factor 就是你现在的工作让你不喜欢或者没有办法满足你的。然后第二个就 pull factor 咯，如果你在外面看到一个，你觉得很感兴趣，然后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你现阶段的需求，那可能就可以考虑离开现在这份工作。其实公司没有你，还是照样活得下去，不要觉得自己太重要。就是当你还有工作，你还有收入的时候，就是变成你在选公司，然后你还有更多的筹码跟他们谈判。可是如果你就是裸辞的话，你会变成就是 whatever comes your way you will take it。觉得在20多岁那期间是最好的时间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还有去追求你的梦想。就是30过后 ，it's time to stabilize。但是你的20多岁是你去犯错，去寻找自己，然后去体验生活。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冲动辞职，应该在想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换工作？你换工作你会开心吗？你换了工作你可以赚更多的钱吗？而且就是最重要的是你会成长吗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拜拜。